今天要介绍的是 Steam 上的成人游戏《Mistwood Manor》，它的游戏定价比一般视觉小说高些，但同时它的游戏内容也丰富不少。我在标准模式下取巧通关，历时大约14小时，但主要是前期没发现饭店房间扩建在2ND 那边，导致员工升级缓慢，并且雾林庄园非常贴心，游玩的关键时刻它均会跳通知显示，像是事件触发，但新角色解锁或是员工事件目标，则需要你自己前往角色页面观看达成条件。虽然雾林庄园有加速通关的故事模式，但若要完整体验整套游戏，你尚可以于标准模式内透过游戏内建的作弊模式来辅助游玩。开启自动跳过与所有客人互动选项，则与客户的探访故事还能发生，且你将不再为了事后奥 K 所烦恼。本作若在员工能力尚且不足的时候，接纳了超乎自身能应付的客人，即便你提供的服务是他要的，但服务品质对他来说未达标准，那这时除了用办公室送礼来提高评价外，就只能仰赖更多后头要说的员工能力提升方式来让他感到满意了。而我也是玩到这才惊觉，原来这是款奥 K 模拟器啊。言归正传，雾林庄园是只糅合了模拟经营、视觉小说为一体的小黄油。最终它有3种结局，但严格来说应该是2种。它的结局收尾收得还算有始有终，不过成也经营，败也经营。相信刚开始不少玩家会觉得有趣，但当游戏来到中后段，甚至重玩时将面临重复作业感比较重的问题。此外，我认为若向来偏好玩一般欧美视觉小黄油的你，想要游玩这支成人游戏的话，或许需要多上一些耐心。当然，前述评价对比较喜欢游玩硬派经营模拟的玩家来说可以省略。大家好，我是九龙。雾林庄园是只蕴含悬疑、努力经营，偶尔又会被毛骨悚然氛围笼罩的故事。该游戏由 Faron Games 开发，前作是不少朋友知道的 Man of the House 一家之主。以下我将逐步分析更多关于雾林庄园的游戏细节。雾林庄园资源繁中，虽然不是机翻，但因是简体翻译直转繁体，偶尔会有错别字，不过文本整体还算流畅。而主要女角群头顶英文名，但任务要求及对话时采用中文名，偶尔难让人联想起谁是谁，算是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游戏进行方式为视觉小说，这款小说的对话选项主要偏向试错找答案，同时它更多时候还要你去模拟经营、资源控管一家大饭店。员工均为女性，有姐姐亦有熟女。每名角色分别精通3个领域工作，于是玩家将可视需求及个人喜好调配，并且在雾林庄园中，你将可以修改他们称呼你的方式，包含预设及自定义。同时，你还可以透过替员工升级，让他们穿上更合身的衣服，令身为老板的你从此远离讨厌上班这件事。再由此延伸，值得赞许的是，雾林庄园里的女角身材没有满足于自视，于是各式浓鲜合度便穿梭其中，争奇斗艳者。且本作出场角色的性格亦各有刻画，例如诙谐桥段担当建筑工米奇，他的奇葩一度令不少玩家好奇，后续他还会有怎样的戏份。同时，员工闲没事时会抱怨，顾客的性格与反应也往往截然不同。顾客总计9名，分别有着属于自身的故事等待你挖掘，甚至一些艳遇桥段出自于那，而有时推动故事及背景补述也仰赖那边的经营。而不少玩家关注的脸模部分大致不差，除了特定角色的抬头纹比较明显外，主要女角8名的职业设定分别有护士、佣兵、舞者、女仆、酒保等，而其他尚有额外角色，像占卜师或是顾客的修女、明星。
另美术风格方面，由于故事背景里有油画设定的出现，是以多数时刻画面呈现会略沾类似风格，又该作的游玩画面显示是有外框的，导致有时其人物建模表现会比相似作来的平面些，但本质上它还是立体的。同时，该作整体美术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让你在游玩的过程里还能顺带饱览各处的风光明媚。至于雾林庄园的配乐配音，它有配乐，还随场景切换，关键时刻有你要的简易配音，但擦边球与一些关键场景存有无配音或配音不全的现象，而特定场景发生关系时由简易动画演出，而该作发生关系节奏的掌控由滑杆控制，蛮特别的。实用度的部分，虽然雾林庄园的模拟经营必然压缩了精彩画面的呈现空间，且激情桥段相较一般小黄油来得晚出现，而只要出现后，后续进程会逐步加快。虽说它某些场景还算惹火，但对我来说，这套成人游戏的使用度没那么高，这点主要与故事设定有关。有时这些场景是经由搞笑或比较诡异的方式来呈现。另影像回顾方面，区分为画廊、精彩片段重现两种，并均收录于每名角色各自的页面中，并游戏已提供画廊一键全解锁的服务。至于本作的场景探索，主要均集中于早上、下午2个时段内。你可以从大地图到湖边钓鱼，也可以去森林探秘寻宝。但千万别忘了，要去钓鱼前，可以去杂货店逛上一圈。那里除了你必备的各项任务道具外，尚有全游戏历程仅贩售一次的各项能提升员工素质的装备，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探索自家的雾林庄园阁楼，可能就在里头找到一些不错的东西。而除了前述，雾林庄园的夜生活也还算得上精彩。虽然主要就是探访伊莎贝拉小屋，但那里算是吸引我留住许多时光的地方。伊莎贝拉的占卜小屋可以抽卡，而抽到的卡片装备后将能提升主角或员工们的工作能力。卡池共计3个，一次耗费越多命运条的卡池，将有更好能力出现的可能。不过每个卡池均有全游戏历程固定数量的卡量，卡池箱姑且前将逐步出现迷雾卡，并各池配给的卡片能力略有差异。令本作虽没一键抽卡，但压着 Ctrl 键连抽比较快。下头是更多关于游戏的后续补充。购买45元 DLC 的40张桌布均为额外绘制，放置在本机资料夹的桌布资料夹中，多半属于大尺度图。若你问我值不值得买，我会说更像是借此来支持游戏公司。而这游戏我个人认为最需要攻略提示的方面为主要女角群的最后奖励。它的步骤分别为：1. 去湖泊钓鱼，得到青铜蜘蛛； 2. 探索森林，得到青铜王冠； 3. 伊莎贝拉离开后，于白天探索她的小屋所在处，找到青铜长片，再回树林里发现的洞穴，将3样物品分别放置于正确雕像上，接着获取一个小雕像，把它装备主角的物品来，即可解锁所有主要女角们的最终阶段。其余就按部就班的跟着任务走，该探索的地方就探索，基本上就不会卡住。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若喜欢本次影片，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敬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鼓励我制作更多类似影片。九龙仔什么？我们下期再会。